哇，真的，你看人类驾驶员也没这么逼着呀，你就这么挤它，就这么硬挤它。哇，这个好窄呀！还好有车道线在提醒我们这个道路。哎呦，红灯了，等一等。把我们360都触发出来了。好，各位买好，我是豆买买。小鹏 G6 这款对于小鹏极为重要的产品终于要正式发布了。我之前听财报会的意思呢是6月份，就是下个月它会做一些小批量的交付，等到7月份的时候会大批量交付。不管如何呢，这款产品从上海车展之前预热到现在，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那这次呢，我也特意飞到广州去跟大家详细的体验一下这款小鹏 G6，那来拍一期视频吧。那在聊这款产品之前呢，我觉得应该要先聊一下架构。这个呢，不管你是车主还是投资人，都非常的重要啊。小鹏呢，甚至早在 G6 之前，官方呢就特别去开了一个发布会去聊这个事儿。简单来说呢，架构这种东西在传统车企呢，它叫做平台，其实不仅仅指的是硬件结构了，还包括软件那一整套配套的东西。那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高效率的研发以及降低成本。那 G6 呢，就是扶摇架构下的第一款全新的产品，车身结构呢有诸多的创新，前后呢一体化的压铸，然后从实际的车辆来看，前后两个压铸件都挺大的。官方的宣传片呢，其实你能看到那台7000吨的力劲一体铸造机。其实呢，小鹏在一体铸造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啊。之前何小鹏同学在财报会上也说，像别的企业可能早期会遇到一些压铸件的产量不高的问题，但是小鹏呢，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说白了就是我压铸很久了，所以呢，在量产初期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同时呢，整个扶摇架构呢是800伏的电驱动架构，然后产品的布局的灵活性也很棒，你可以是单电机，也可以是双电机。以小鹏 G6 为例，单电机的话，电机功率就是218千瓦的后驱；双电机的话就是140千瓦加218千瓦，放在 G6 上呢，100公里加速可以做到3.9秒。那电池技术呢，这一次小鹏也很有看点啊。G6 呢在工信部申报了多个型号，然后电池呢也来自于多个厂商，但是无论使用哪个电池，它都是 CIB， 叫做电池车身一体化。那这样做的好处呢，自然是把电池包本身作为电车辆扭转强度的一部分，车身的扭转刚度也增加了不少啊，直接到了42000牛米每度。那扶摇的电子电器架构也一样啊，有了一些非常显著的进步官方叫做 XEEA 3.5 电子电器架构。那系统梳理了整个域控制器，然后整车车身的通讯也使用了千兆网络来通讯，那提升了车辆的通讯效率。对于客户的感知来说，就是小鹏的 OTA 的速度那个相比来说会快很多。那在小鹏 G9 上的同学们应该已经直观的感受到了。总之呢，就是在使用了扶摇架构之后，小鹏更加像一个成熟的车企了。它会把之前一些单点突破的能力集中化的往一个大的架构上去整合，然后大量的去提高车辆零件的通用率，同时呢，整个研发速度也会提升。那在整个扶摇的发布会呢，何小鹏同学其实也展示出了后面即将会推出的一些产品，比如那个 MPV 啊，比如其他一些产品，对吧？这当然对企业来讲是一件好事儿。外观方面，小鹏 G6 的外观从发布之初开始就很有争议吧。那个 Robot Face 的造型，风阻系数呢还是做了0.248的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外观这个事情嘛，我个人也认为没有那么好看，至少相比于我当年买的那台 P7，我觉得这个设计确实是有一些退步的。但是呢，这一次在前脸上车辆的2个激光雷达的融合，我觉得是小鹏历来所有车系中融合的最好的一次啊。不去特意的去看，你会发现跟激光雷达跟灯的那一整块整合处理的非常不错。然后 G6 的侧面线条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一整个大溜背线条处理的还算流畅。然后整个车所有的款型标配的都是一整块玻璃的天幕，从相机实际的画面来看呢，你能看见这个天幕有着明显的镀膜。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样抬头直接就可以看到天的设计啊。那正后方的设计呢，这款车的争议也很多啊，它还是有一个电动尾翼的。从我跟在这个 G6 后面来看，我还是不太能欣赏这个尾翼的设定了。然后颜色呢，本次官方给的车辆颜色很齐全啊，我拍到的就有星夜银，就有暗夜灰，还有星云白这样的颜色。这些颜色呢都是小鹏 P7 上这么叫的， G6 上是不是还这么叫不确定，反正我是跟着 P7 一起叫的。那还有一个颜色呢，类似于熔岩橙，而且非常的醒目以及高调。我个人如果去选择的话，我还是觉得银色是不错的。轮毂方面呢，这一次给媒体开的所有的车呢都是 Performance， 就是所谓的4驱性能版，配备的都是20英寸的轮毂，轮毂尺寸呢是25540R20，配备的是米其林PSEV 的轮胎，有降低噪音的设计。然后这个轮胎的刹车效果也很不错，城市实际开起来呢，轮胎没有什么颗粒感，对于大部分的路面呢过滤的也比较圆润。那如果是高速的话，我觉得胎噪还是显得有一些大了。然后另外一款低配的轮毂呢是18英寸的，那个应该会搭配长续航的车型来销售吧。卡钳方面呢，现场的车前面都配备的是双活塞卡钳，没有使用定钳，稍微有一些遗憾啊。
然后内饰这一次在 G6上面呢，官方说内饰的设计语言叫做矢量星环，非常值得夸奖的是整个内饰设计座舱的整体质感。比我当前的 P7 要做得非常好。之前 P7 的时候，我们都说座舱各个方面各自为政，什么那些大塑料啊、特别宽的边框。那这一次在 G6上呢，相对来说系统性的把它处理好了。比如说呢，仪表台上层使用的这个超细纤维绒面，中间呢搭配上类似于卡其质感的织物面，下方呢再用亮条去收尾，它的一体性呢就做得非常好。隐藏式的电动出风口设计，在这个价格中所使用的车型应该也不多吧。座椅呢做的也足够宽大而且舒适，只不过受限于价格，它可调节性稍微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是合理的。内饰呢至少有白色和黑色可以选择。从车的外面来看，如果你是白色内饰的话，中间那块屏幕上的小鹏 logo 会显得非常醒目，我觉得白色内饰比黑色内饰好啊。然后无线充电板这一次有2个，而且都是50瓦的风冷，这绝对要好评。那 iPhone 呢就别想了，随便你怎么充，要么就7.5瓦，要么就15瓦。那如果你搭配上合适的安卓手机，就会有50瓦。之前呢在 G9 上喷很多啊，比如说有2个手机充电位， G9 只有1个可以充电。那这一次在 G6 上，这不就改了吗？我觉得干得挺好的。然后呢，无线充电板下面的材料直接就是一整块塑胶，然后塑胶的防滑纹理做的有点粗暴，跟车的内饰不是很搭黑黢黢的一片，显得有点突兀。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在上市之前能改的话，还是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的吧。然后方向盘的粗细呢很合适，这种拼色的方向盘的质感也挺好。然后略微扁的设计呢，其实也符合 ADAS 时代的要求了。只是方向盘竟然是手动调节的，这个有点夸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消费者高感知的项目啊。然后门板上呢，同样使用了这种绒面的材料设计，不管是视觉呢还是触感，反正在你视线以上的部分，它做的都挺好的开关车门按钮呢，也是一个电子开关设计，那科技感呢做的还是可以的。2块屏幕分别是10.2英寸的仪表盘和15英寸的中控屏，屏幕显示的效果，我觉得相对于 P7 应该是有所退步的。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2块屏幕的色温不太一致，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很难统一2块屏幕的那个色温，这个问题呢，在别的媒体老师拍摄的画面中也是一样的。应该也就是因为这个价格的车辆所搭配的这个BOM的成本考虑吧。好在呢，屏幕的易用性上没有问题，那只是呢仪表台使用的这种嵌入式的设计，我猜测呢可能是因为这块 LCD 屏幕的那个激发亮度比较有限吧。这个设计上下边框都做得挺好，但是左右边框还是很大看着就不是特别的高级。那中间呢15英寸的显示屏就是非常典型的小鹏交互了，大家看的非常多。然后优点呢是流畅性做得非常非常好。那实际呢在展示 SR 界面的时候，整个尺寸也够大。那缺点呢就是整个交互模式的逻辑上，在当前这么卷的智能车机时代，可能还要再花点时间好好梳理一下了。车内的空间这一次值得夸奖一下，这车车长4753毫米，宽1920毫米，高1650毫米。得益于 CIB 电池车身一体化，它的车内的纵向空间处理的其实挺好的。相比于 P7i 呢，第一次解决了后排空间不够宽大的问题啊。同时呢，后排完全纯平的地板，这些呢都是相对于 P7i 有着巨大显著的进步。除此之外呢，前后排座椅都在正常的坐姿下，腿部都能获得不错的空间感受。但是还是受限于整车价格因素吧。后排座椅虽然提供了多角度调节，但是仅能手动调节。不过好处是它的调节倾倒角度还是挺大的，适合那种动不动就要躺着的人吧。那后排座椅呢，整个空间也是合适的，座椅的舒适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手动出风口呢，下方额外提供2个 USB Type-C 接口，这个就属于跟上时代了，非常好。那如果硬要挑刺的话呢，就是中央扶手的那个水杯架限位器做的这个质感软趴趴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价格中应该也不是啥问题。后排座椅同样支持4/6倾倒，然后哪怕不放倒，得益于它整个车掀背的造型吧，整个空间感、高度感都做得挺不错的。然后普通出游的话，什么21英寸加30英寸的行李带2套，我觉得放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驾驶，小鹏呢这次破天荒的把整个媒体试驾安排在了肇庆的赛车场，一再提醒我们呢，放在这里它不是为了跑圈速，还是为了感受这个车在驾驶的感受方面也很好。我个人对这块的评价可能很难客观吧，毕竟我日常开的车要比这台车贵不少，所以我只能挑我觉得做得好的地方。那首先呢 PSEV 轮胎的抓地力非常棒，哪怕是对手 Model Y Performance，连续持续的在赛道上刹车，这个信心感以及实际的效果做都很好。然后动力系统，广州这几天是非常热的，这一台 G6呢就是反复的换人上赛道，虽然一圈呢就换人，中间给了车辆一定的喘息时间，但是整个车面对的强度肯定是比日常驾驶要强的，至少你下车的时候你是能闻到卡钳那个热的那个温度的。
没有人说动力受限啊，这不就挺好吗？这个车远超于日常驾驶所使用的强度，然后车也没有报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就够了啊。那转向模式上呢，有舒适、标准、运动3个档，除了这个手上的力变大，中心区呢其实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灵敏走的类型啊。那再说一遍啊，我日常开的车要比这个车要贵，我缺乏对于这个价位别的车型的驾驶经验，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好吧？也许呢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车的转向力开始的时候回正的力很强，然后呢再回到一半，你觉得它可以自己回来的时候又缺了一点，然后再回正的时候你又不得不自己拽一下，就反正就感觉不是很喜欢。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小鹏在制动踏板上也给了调节啊，这个比较少见，然后给的是标准、舒适、运动3档。那不同的档位呢，刹车踏板的回弹力不一样，哎，这个对于这个车型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新鲜的啊。那如果你调在标准模式的话，你大力踩下去，你还能听到刹车助力泵类似于泄气的那种声音。这个标准你听。那好在呢，日常驾驶不会频繁出现大力一脚踩到底，然后其实也听不到那个声音，就是说我在试各种模式嘛，我总要踩2脚，我发现哎能听到这个声音还挺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本身的悬架结构挺好的，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然后日常驾驶过个坑什么的过得也都挺圆润的。那对于上下落差较大这种搓板的话呢，它的车的回弹我觉得显得过于灵巧了，就会有车明显的很弹起来那种抛弃感。作为一个全被动的悬架，可能对于这样的冲击，这就是一个弱势的场景。但是开起来完全没有松散感的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啊。这个是机械驾驶层面，一旦到了数字驾驶层面，那整个车的感知感立刻强了超级多。比如说我们在试驾的时候，这车在后台运行场景，那官方说叫 X Combo， 然后这也是对车的一些功能的本身进行了一些原子化的拆分，可以实现很多定制化的需求。那举个例子吧，那这一次试驾会的时候，在车辆进入广州的时候，基于地理坐标，小 P 呢开始进行了一些特别的问候。您已进入广州市白云区。亲爱的媒体老师，我们刚刚进入了广州市，旅途愉快吗？让小 P 来给你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好呀。我叫小 P， 搭载了全场景语音 2.0 的车载语音交互系统。前方经过横风区，请小心驾驶。我有2项超强本领，肯定能让您记住我。第1项本领就是极速，我的唤醒和响应速度是行业最快的。从您唤醒到我开始执行动作，可以做到1秒以内。这个问候呢，并不会被导航地图所打断，甚至呢跟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互。老师，可爱的我又来了，你想知道我的第2项本领吗？想。其实它是个倒计时是吧？哦，它真的是个交互呢。好的。我的第2项本领叫全车全时对话，什么意思呢？车上的老师们，无论您坐在前排还是后排，都可以随时向我下发指令，并且不需要唤醒词哦。我可以智能判断有效指令来进行回复或者执行。坐在主驾的媒体老师，甚至可以直接看向屏幕来代替语音唤醒。你看我是不是特别机灵？是的哎。好了，这就是我的2项本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随时呼唤我的。这个呢，真的是功能场景的千人千面高级定制了，非智能电动车这样的能力是很难实现的。同时呢，车辆自带导航地图支持红绿灯读秒显示的这个功能呢，虽然是从高德拉回来的书里，但是很有用。尤其是你跟在一个大车后面的时候，你就能明确的知道，虽然我看不见灯，但这个灯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我是知晓的。虽然这种场景啊，以前我觉得这功能是没用的，但是我跟在大车后面跟几次，我发现这个红绿灯的倒数不光是红灯倒数，绿灯倒数，它在某些路口也是有的。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续航问题呢，我这一次试驾都没有清空小计里程，所以我的那个里程是从教练充完电把车整备好给我，跑了高速，跑了城区综合起来的吧。然后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时间、这个时速、这个能耗。我车上呢算上我一直都是3个人坐的，所以我看到我的能耗呢比别的媒体老师好像要高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日常开车就比别人猛一点啊。我觉得我开啥车能耗都偏高，那我就贴一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吧。我这台呢是4驱的版本，高速呢我觉得是18到19度每100公里，城市的话大概是15、16度每100公里。其实我觉得挺优秀的，但是没有别的媒体老师开的那么优秀啊。87度电池，哪怕跑高速，我觉得也能跑到个400多公里、500公里吧。我依然觉得，就是所谓的续航焦虑，本质上就是补能焦虑。我买一个相对高性能的电动车的100公里加速3秒9了，是吧？我整天在那抠抠搜搜的算续航，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奇怪啊！你把充电做好，这不就行了吗？对吧？
那就顺着来聊一聊充电呗。小鹏 G6 四驱版呢，那个是有3C 电池的，87.5度电。官方这次演示呢，没有给在小鹏的 S4 的超充桩演示，而是找了一个小区充电，这算是一个第三方的充电桩。它意在表示呢，800伏即使在普通的充电桩也是有优势的。对比车型呢是 Model Y 的双电机车型，两台车呢都是3元锂电池，都在较低的 SOC， 比较5分钟充电量。那小鹏 G6 呢，在整个过程中，因为它800伏的高电压嘛，所以可以把250伏的电流给吃满。那峰值功率呢来到了140千瓦啊，在5分钟内实际充电达到了11.3度，续航增加了85公里。那同样是 Model Y 呢，它的峰值功率只有93千瓦，那电量呢只增加了7.6度，续航增加了43公里。那需要提醒的是 ，G6 的续航增加的是 CLTC 续航，单纯看 G6 的续航增加比 Model Y 续航增加了100%，不具备合理性啊。因此呢，大家还是要代入一下这个充电量合理。在这个低 SOC 的充电时间里 ，G6 就是比 Y 多充了48%的电啊，这个是事实啊。那所以呢，车主在这种需要奶一口就走的场景中，在普通的充电桩 G6 就要快上很多。如果你整体去充10%到80%啊，在小局这个桩 G6 的充电时间，我预估啊，没有实际充，应该比 Model Y 应该是整体快个10分钟左右。当然了，3C 电池想要获得最快的充电方式，必须要在自己的 S4 的充电桩。那官方给我们的参考时间呢是19分钟，可以从10%充到80%。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去同样的公平的比较的话，特斯拉也是有自己的超充的，对吧？它是400伏的高电流方案。那3元锂电池的特斯拉的峰值充电功率也能跑到250千瓦。同样以 Model Y 为例吧，马上要推的这个4680电池，对吧？从9%到80%，那个海外媒体测试的充电时间呢是34分钟，一个是34分钟，一个是19分钟，我们就不再去细致的考虑这两个车本身电量有差别了。那整体的差距大概就是15分钟的样子嘛。所以 G6 充电呢，不管是在 S4 的充电桩，还是在第三方的800伏充电桩，都要快一点。聊完了充电，我们来聊一聊小鹏的强势传统优势项目 NGP 啊。这个呢环节呢，小鹏 G6 独当一面，从10万呢到100万的车都可以来掰掰手腕，要好好说说。首先呢，这个车的感知能力非常强啊，我不知道具体的配置，但如果以后你买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 Max 版本嘛，它一定是满血版，也是我建议唯一去买小鹏的版本啊。这个版本里面呢，自然会带双激光雷达，会带摄像头，会带毫米波雷达，会带超声波雷达进行融合。2颗 Orin X 的芯片呢，算力可以达到508 TOPS， 那加上小鹏自研的 XNet 深度神经网络，对吧？可以直接输出 BEV 视角进行这种小的动态目标的信息的输出，然后呢，在任何时候你都能看到仪表台对于道路的渲染极为丰富，你无需去关注这些丰富的显示到底是基于全视觉显示的，还是基于高精地图显示的，还是基于它们融合显示的。你看到的结果就是车道线、红绿灯、道路指引线、路上的行人、汽车、电瓶车。所有的主要交通参与者都能被及时的渲染出来，交警叔叔也是可以渲染的，这就是智能电动汽车的魅力啊！而实际呢，在高速 NGP 的体验里，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小鹏已经做到了无需接管。那本次呢，肇庆到广州这道路100多公里，道路的情况呢非常良好，偶尔只会有几处的维修路段。NGP 通过呢毫无压力，让你的高速开车变得极为闲适。那等到进入广州车流量逐渐变大的时候呢 ，NGP 也能自主合理的变道，开起来呢就是非常的轻松。而城市 NGP 啊，我知道这车的目标用户大部分都是没有体验过这么高等级的智能驾驶的。但凡你用一次，在广州的道路上，你看到这车可以自己左转弯，可以自己避让，可以自己通过非对称路口，那一定是充满着惊喜跟快乐的。你看这种左转，还没开始转，如果咱们能成功转过去，对于燃油车车主都是很惊讶的。我们走吧。好，来看看啊。你看我都很紧张。哈哈，而且牛逼，对吧？但是呢，相比于高速 NGP 几乎不需要特别关注，那城市 NGP 的实现还是难度大得多啊，对于交通参与者的要求要高得多。即将绕行，可以，到了，小心行人。城市路况真的太复杂了，你看美国的 FSD 那么多的演示视频，路上就没啥行人，没有稍微难一点的场景，无非就是几台车就横在路上停着了，绕行一下，大家就觉得做得很好了。你来广州看看吧，电瓶车跟机动车是混行的，道路时常维修改造的，行人有时候会在路上乱穿的，是吧？然后打灯呢，就是没有人会让你的，左转的时候呢，路况是极为复杂的，甚至对方会把车开到你的车道里的。即将左转，请注意安全。哦，可以，这个弯道非常好，这比刚才那个弯刺激多了。绿灯了，出发。
已降级至 ACC。拽出来。但是实际上就是，如果你多开几次的话，你能跟这个车建立充分的信任啊、这个时候 G6应该是停下来让行的。但是这样的驾驶跟人类的预期就是有差距，通行效率就是会下降的。还有时候呢，城市 NGP 高度依赖其他交通参与者，比如面对猛然变道的这些场景，我都不知道这个安全距离有多少，所以我果断选择直接刹车接管。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去管它的话，那个车会不会自己刹车？那从仪表的显示来看，那个前方车直接冲出来，确实是识别出来了。但是就这种开法，城市中的道路真的很复杂嘛。那再多开一点，你跟 NGP 建立更多的信任感之后，我手动主动放开一点，再面对这种公交车强力加塞的时候，我选择相信它能处理，那实际上就是最后处理的就还不错了。在这个路有点难，但是走能走。然后我不行，我让一让吧，我肯定能过去。你看这公交车，真凶！到了，我直接让他了。哇！小心行人。恶不恶心？你说这种大车？但还行，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让他了，减速了，不跟他急，对吧？所以就是人机共驾嘛，这中间有一个宽容度，这个宽容度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该介入？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让人跟这个车辆有一些磨合。然后转弯场景中，但凡只要车辆稍微少一点，我们本车就能处理得很好。一旦路况的车流不再是拥堵，变成这个中低车流量的时候，时速呢是能稍微带上来的时候 ，CNGP 的可用性，就是驾驶的舒畅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但是呢，一旦面对车流量特别大的河流，它会选择尝试去合，但是有可能不会像人类驾驶员那么激进吧。然后加上后车就是不让你，这一点广州的驾驶习惯跟上海还真不一样啊。就是打灯的时候，上海可能就是有人会不让你，但是一等个一两台车，总会有人让你。但是我在广州好像觉得就是没有人让你，所以变着就是变不过去。然后前面路也到了，那车只能放弃，交给我来变。请帮我变下道吧。已退出至手动驾驶。他就不会人类这种试探性的去挤进来。这就像我视频里面说的，有点像一个新手司机，能开了，但是复杂路况下呢要等，他不敢主动去挤，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吧。还有时候呢，在面对一些慢车，然后路口是实线的时候，在可以变道距离变得特别短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车辆的路径选择很差呀，特别慢。典型的场景呢，就是跟在下面跟这个教练车，我们就一直在期待它什么时候变道可以变过去，可以绕行，车流量也不大。但是因为这个路稍微复杂了一点，前面呢是路口，路口前面又是实线，可以变道的距离非常短，然后整个车的表现就变得很差，通行效率就变得很低。现在的路径规划不对，这个规划没做好，这个死死的盯上一个虚线，跟着一个教练车开。主要是因为是路口嘛，变道率也会低一些。这个一样，就是虚线。即将超车。我们选择了左侧超车。然后呢，就是 CNGP 有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设计啊，扭曲方向盘提醒啊，求求了你赶紧上电容方向盘吧。但是已经跑起来了，高速不用管，没啥可开的。跑一下。高速公路的策略是合适的，只要你目光看着正前方，车辆基本上不会提醒你去扭方向盘。但是在城市道路，这个提醒可就太频繁了，尤其是像我这种已经习惯于电容方向盘手搭在上面的，没有办法去给方向盘长期施加一个力的。它就像飞机上让我系安全带似的，一直在响，就特别烦。虽然我不至于说让它触发到退出吧，但是它没事干提醒你一声也是很烦的，对吧？但是无论如何吧，国内道路做 CNGP 挑战很大。那小鹏的目前这个版本，它展现的这个能力就是我可以用，但并不是一个高效率的东西。但是高速 NGP 那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省事儿，而且非常值得信任、非常高效的一个东西。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智能辅助系统这几年的巨大的一个进步了，好吧？我还是期待小鹏在城市道路上也把这个接管啊、通讯效率尽快做到高速 NGP 这个水平啊。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再去买车，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如果你的车不具备高等级的智能辅助驾驶，消费者连看都不会看你，
我相信呢那种情况在这台车上就会能实现。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小鹏 G6的一整个完整体验，希望能对你未来1个月的选购有所帮助吧。小鹏在工信部的申报有了特别多的版本，续航也特别多，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好好思考一下，就自己的品牌真正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配置真的不能太复杂了，真的要吸取教训。在这个特别卷的时代，消费者高度在乎自己能看得见、马上能用得着的配置。如何把这些高感知的配置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展现出来，这是摆在小鹏面前的一个问题，好吧？那总之呢，以上就是我对小鹏 G6的一个完整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等买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